好的，咱们今天看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相当的精彩，相当的有趣啊，就是昨天晚上刚刚打的，我看的凌晨4、5点了吧，然后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36分钟了，我大概介绍一下情况。GG 打叉 G 啊，已经打到36分钟了，然后叉 G 大优，哎，我只能说大优，你看下基地就知道了，中路全被破，是 GG 的基地啊，GG 的基地中路全被破，下路全被破，上路只剩一个裸的近战兵营，哎，然后这一波呢 ，AME TB 哎开启了变身，哎开启了分身 ，BKB 一开无视所有人啊，天神下凡一般的啊，拆掉了。GG 的所有的这个高地建筑啊，直接打出了超级兵。36分钟啊，超级兵出来了。其实，在正常的局来说，是不是已经宣布了 GG 的胜利了？那有人说，录视频怎么能从这个点开录呢？不要着急，游戏从这一刻，哎，就是 GG 被打出超级兵的这一刻，才刚刚开始。哎，咱们来慢慢的看一下这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到了这一刻的时候呢，其实前期我大概说一下前期吧，就是 GG 的这个阵容吧，怎么呢？输出不太够，哎，什么紫猫输出有点软，猛犸就是一个纯控制 ，PA 的装备吧，在这一刻之前啊是打不动这个叉 G 的大部分的人的，导致节团战节败退，被开了就是被 TB 这种火枪这种阵容啊，不停的推进，然后直接在36分钟就推到超级兵了，但是。咱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是 Diarto 的这个 PA， 哎，对吧？这个 PA 这个英雄吧，在这个版本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把这个幻影突袭这个什么吸血改了，对吧？没有了，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胜率一路跌到了可以说历史最低啊，就是从 PA 这个英雄有这个英雄开始到如今的这个大版本，他的胜率最低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低到了43%了。纵观整个 DOTA 2的历史上，也没有哪个英雄因为平衡版本的那个补丁改动啊，能胜率低的43%的 PA 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人，他等于说是已经玩不了了。但是在现如今，其实并没有改 PA 什么东西，却导致 PA 能够成为这个版本最恐怖的后期，没有之一，它就是最恐怖的后期。于是乎，他这个出了英灵胸针之后呢，加70攻击力，20%的技能吸血，并且每一次的这个平 A，或者说平 A 伤害都会变成魔化伤害，哎。好，然后那个变成魔法伤害之后呢，咱们先看下这个效果啊，就是说它只要开启了幽灵胸针，每一次平 A 都是魔法伤害嘛，再配合它的这个 N 次解脱，有4.5倍的暴击，对不对？其实你就相当于一个到了大后期无限神装的这么一个奶绿，哎，那种打人的感觉了，大家明白吧？就是你护甲高没有用，哎，什么高都没有用，反正我打你是魔法伤害且带暴击。于是他开了幽灵胸针之后，就用这个窒息短臂配合25级这个天赋加2窒息短臂掷出，然后10级左侧也点这个减2窒息短臂冷却，就开着这个魅影无形啊，因为他有 A 杖嘛，哎，开 A 杖魅影无形，你根本找不到他，对吧？根本找不到这个 PA， 他的在后面标就行了，标到你只要暴击，不管是谁都会被秒，因为他这个伤害现在已经非常高了，一会儿再把圣剑一出圣剑配合英灵胸针的这个放标，只要暴击那个人必死，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说现在虽然叉 G 带盾啊，就是 AME 带盾，然后破了对方的超级兵，但是整个叉 G 相当的着急，因为叉 G 的人也知道，因为叉 G 这么赢过比赛。就是 AME 的 PA 一个标把对方的 TB 直接满血爆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经常看比赛的同学应该看到那一场，所以说叉 G 非常着急，在现在就怕 PA 把这个圣剑打出来了，但是就在这一刻啊，这个Diarto 的 PA 现在也不打算正常防御了，就一门心思的刷圣剑，然后你看所有人都在努力的推着这个基地啊，先把这个基地推掉。啊 Diarto 现在已经开着魅影无形来打架了啊，这边是开着 BKB 的这个军团，一个决斗到了 PA， 但是呢，对面是有一个狮王打反手的，也就是说狮王这个英雄出了这个魔晶之后的墓碑是专门就等着针对那个军团的，军团不决斗 PA 他就不放墓碑，军团一决斗那个 PA 墓碑只给 PA 一个人放，保证 PA 绝对不会死。你看 AME 这个 TB 刚一站起来就被一个标加一个平 A 直接打死了，满血打死了，就现在等于说是。整个 GG 的输出全部落在了 Diarto 的这个 PA 一个人身上，只要 PA 不死，
整个插技人人自危，就是被打都要死。所以说咱们先这个大环境终于介绍完了，好复杂，对吧？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这个 GG PA 装备成型，因为它的圣剑已经好了。圣剑已经好了，然后装备成型，开始了超级兵的绝地反击。然后，插技虽然说打出了 GG 的超级兵，但是人人自危啊。然后现在 PA 一个人已经开始单推了啊。然后看一下 TB 的装备 ，TB 是装备早都成型了，就是假腿、撒旦、蝴蝶。这边是又是一个 BKB 加一个刃甲加决斗，但是呢，打不掉，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吸血吸的很厉害。这是自带20%的技能吸血，然后呢，它的这个打出来的技能伤害，不管是扔镖啊什么的，其实是有吸血的，而且刚才狮王也在后面看着呢，你知道吧？狮王在后面看着呢，只要 PA 有危险，直接就可以把 PA 那个装到墓碑里面。好，这一刻41分钟装到了圣剑，从这一刻开始，游戏的性质彻底的发生了变化，就是 PA 的个人秀以及插技的这个感觉就是如何击杀 PA 啊，现在整个游戏就已经变到了这个环境之下了。就是 PA 是死不了，只要 PA 死不了，插技一定打不赢，那么就会被翻盘啊，等于说你就算超级兵了，我也一定能翻你的盘。然后插技现在就考虑我该如何杀 PA 啊，然后咱们看下插技这边装备，就是蝴蝶金箍棒BKB 对剑啊，假腿撒旦是吧？然后这是 PA 那个 TB 的装备，火枪是走了一个半工具人的火枪，就是那种A 杖打先手的，然后呢补了一个绝刃打大招流的，然后把这个引刀一会儿可以生成大引刀，大引刀的话可以打 PA 对吧？大引刀直接点 PA， 让 PA 的这个闪避跟这个魅影无那个 N 次解脱都失效啊。然后XXS 的这个军团，正常的装备啊，跳刀刃甲 BKB， 然后加一个天堂。然后拉比克出了一个盘子，防止被一镖直接镖死。然后凤凰的话，就是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装备。好，看一下这边这个 GG 的这边啊，紫猫出了一个宝石，分身斧对剑 A 上就是很中庸的这种装备，等于说现在这个装备其实有点滑是吧？补了一个林肯，这个林肯补的完全就是给这个 PA 套的，就是他现在所有的人 GG 的所有的人都是工具人。4个工具人就单保一个 PA 就行了，然后他这个紫猫出的这个林肯就只给 PA 套，然后保证 PA 不会被这个军团决斗到，并且呢，咱们看一下这边是发现了一个火枪，这边猛犸一条跳大，然后 PA 过来2刀，每人就是2刀啊，2刀火枪2刀军团直接死完啊，就是现在就是已经到了 PA 可以融化上帝的这个阶段了，然后 PA 就拿了一个4级的简朴短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说是他只要被控制，就会获得40%的状态抗性，也就是说是军团就算把林肯破了，然后把 PA 决斗到了，但是由于有这个简朴短帽，导致PA 在被军团控的时候，一下那个决斗时间就结束了。而且 PA 一般找不到嘛，因为你有这个 A 杖的魅影无形，导致 PA 根本找不到。也就是说是那个 GG 已经把容错拉到最大了，给 PA 套了林肯。PA 自己再带简朴短帽，因为它的输出绝对够，你不可能找到 PA， 找到 PA 的也有林肯，就算你们找到 PA 的，还把林肯破了，还让军团开着刃甲决斗到了，但是还有简朴短帽，就算你那个简朴短帽没有触发，还有什么？还有狮王的一手，对不对？狮王的一手墓碑，然后咱们来看狮王已经出了跳刀了，为什么出跳刀？就是要保证团战的第一时间，插技的人找不到我狮王本体，然后。就算刚才所有的不可能都发生了，我一个跳刀跳到 PA 脸上，然后一个目标 PA 装进去 ，PA 绝对不可能死，然后就死循环了，对不对？就是 PA 只要死不了，那么 GG 就翻不了盘，GG 就赢不了 ，GG 赢不了 ，GG 那个叉 G 赢不了，叉 G 赢不了，我这好绕口啊！只要 PA 死不了，叉 G 就不可能赢，叉 G 不可能赢 ，GG 就一定翻盘，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猛犸就是正常的装备啊，也有一个林肯，双林肯不停的给 PA 套是吧？然后呢，白虎是一个酱油，出了一些团队装，加移速、加攻速、加护甲的这种乱七八糟东西啊。OK， 好了，终于是说了很久时间来了啊。然后现在问题就是说是。他们整个 GG 的人啊，就靠这个紫猫在各种带线或者 PA 各种带线，而且带线也很厉害。这边你看，这边是立刻手其实很快了，对吧？然后把这个紫猫杀掉了，但是问题不大，就是掉了一个宝石让谁捡了？让凤凰捡了。然后凤凰带了宝石，但现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说是只要狮王猛犸 PA 这个体系他们不解决，就永远打不赢，因为这个猛犸还可以给狮王套给 PA 套那个兽域力量，对吧？这个兽域力量一套又40%分裂跟40%攻击力 ，PA 自己带狂战斧、带圣剑、带英灵胸针，这一镖扔出去毁天灭地啊！真的就是一镖打出去毁天灭地。
是吧？然后这个紫毛现在就是纯粹的一个工具人，你爱杀谁都行，只要他们这个铁三角，其实猛犸都不重要，猛犸就是打一个再保险一个反手，对吧？你们找到 PA 了一个反手，如果是你们没有找到 PA， 人员聚集起来了 ，PA 那个猛犸踩一脚啊，然后 PA 过去扔一镖打2刀也是死完了。现在盾就完全给插技，就是我们根本不守盾，你们要拿盾，你们拿人手一个盾，人手一个奶酪，也不可能打得赢 PA 的，因为 PA 打谁都是秒杀。你们能理解吧？就是你这个 TB 拿盾有什么用吗？你开了变身又有什么用吗？就是只要我扔镖，一镖镖不死你，我们就拉扯一下嘛，对吧？第2镖再镖不死你，第3镖就暴击了，暴击爆上去碰一下 AME 满血就死了。你拿盾拿奶酪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 GG 现在一点都不着急，就只是在单纯的等待，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自己又想再出一个林肯，这边是想找 PA， 但是 PA 的这个简朴短帽直接触发了，触发了以后拉比克刚把他举起来他就醒了，然后反身一个镖一个逼这个拉比克瞬间被秒了，因为他的盘子刚刚被打出来了。现在所有的人都想找这个 PA 的麻烦，刚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但是攻击没有奏效。而且后面两个蹲他的酱油，对吧？一直是全心全意的盯着 PA， 就是他自己现在已经不干任何事情了，什么吃经验、打钱、带线，都跟这个狮王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 PA 在哪儿，我一定在 PA 1500码之外左右的地方，因为他这个跳刀他能跳1200码嘛，对不对？就是在离 PA 稍微远一点1500码之外的地方，你只要 PA 被动，我狮王第一时间一定能救得到你，哎，就行了。好了，无解了，游戏已经开始无解了。于是超级兵这边其实大家都有方法守，就是给猛犸给紫猫上一个 buff， 对吧？你看这个魔晶一出来直接被秒啊，就是满血瞬间被秒，然后他就给紫猫上个 buff， 紫猫可以带线 ，PA 开着魅影无形，然后后面蹲一堆人，然后魅影无形靠 PA 靠那个镖也能带线，带线过不来，就算是超级兵也过不来，就很麻烦啊。然后看一下这边是做了些什么打算，其实这个时间点感觉插技的人都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打了。TB 开着分身斧，开着幻象去推线，线根本推不过来。然后呢，这边推过来的线，紫猫带着 buff 或者猛犸给 PA 上个镖什么的，这就是很好守了。然后火枪是有大引刀了，然后也有大引刀魔龙枪，现在是想走圣剑，就是靠这个大招去镖人也行，是吧？他现在又想走林肯，想防止一个镖然后军团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装备出路，也想走大引刀，就是大引刀接大引刀接大引刀，一个插技，现在能看出来插技的这个应对思路，出3把大引刀。万一找到 PA 了，就是3个大引刀连着接保证1接2接3接无缝衔接3个大引刀的时间，让 PA 根本一刀爆不出来。只要爆不出来的 PA， 它的输出就比较平缓，就能扛得住，对吧？这是插技现阶段的思路，咱们看看能不能奏效。这边底外手看见人了，哇，这凤凰什么都没干，直接就死了。但是 TB 满血，拿这个 PA 没有办法呀。好，只能被迫了开启了变身，这边也是直接开启了 BKB， 往后一跳，凤凰变蛋，换句话来说，现在这个凤凰的蛋反而是整个插技最肥的一个，就最难以击杀的一个点，就是它只要变蛋，它得 A 固定的次数，但是别人就是他那个镖一出来，唰一下就死了，就很搞笑然后刚才是打了凤凰一个买活，就是一个镖跳过来一刀凤凰就死了，然后打了一个买活，然后这边是想着有盾再去打一波，有盾有奶，对不对？你这时候不打，一会儿没盾没奶了更打不过了。然后5人开了一个雾，继续往前压，插技现在特别着急。然后 GG 全员回缩，对吧？全员回缩，等着你过来打。这边是叉 S， 但是看不见，你知道吧？这是看不见 PA 的，他不是不决斗，因为 PA 有魅影无形。好，决斗到了，但是身上有一个看被狮王直接装进去了。这边是猛犸一脚跳大了一个 TB 是唯一的输出点，不能让 TB 把输出打出来。好，然后 PA 一醒，直接是从墓碑里面出来，2刀切死了军团。AME 走不了了，因为这边是有紫猫有白虎有猛犸还可以颠勺，他肯定是走不了的。好，醒来放一个波吸 AME 顶回来一个颠勺颠的泉水，插技又再次团灭，然后 GG 一人不死，现在就进入到这种情况了。然后插技根本打不赢比赛了，对不对？哇，这个绝望真的是特别绝望。就是你第一波就是简单来说，第一波只要秒不了 PA， 这个 PA 就不可能再死了。你像刚才猛犸是跳大了对面的输出点，因为火枪这个装备是没有什么平 A 输出的。有人说那火枪出这个装备不是搞笑吗？火枪不这么出，插技也不可能30分钟把对方3路高地全都平推了，对不对？火枪说那我刷大后期中俩刷子哪有节奏点，是不是？
就是不能这么说，不能打马后炮，就是因为火枪这么出装备了，才能够导致前期全团的节奏都在叉 G 这边，然后让 GG 战队节节败退，根本打不赢团战，然后30分钟推向了高地，但是让 Dyrcho 把这个装备打成型了，哎，就是这个英灵胸针加圣剑啊，这个打成型了。好，然后这边是 GG 的第一波反推，哎，然后 PA 天神下凡一般啊，一个人顶上来，根本管不住啊，这边是只能被迫的开了个塔防把这个车子打掉，但这个车打掉，下一波兵又来了，拉比克还有2秒活，这波的话看能不能守住，看怎么守。哎，这边军团好像是决斗到了一个猛犸，这个猛犸很关键，好，决斗，哎，但是来咱们看这波，咱们把速度放慢一下，放慢到0.5倍。好，这边咱们看那个 PA 这边是决斗到了一个猛犸嘛，然后 PA 自己好标好了，扔那个跳过来扔标，一标把自己标死了，爆了3425，看见这个数字没？一标是标了3425，把自己标死了。这边是掉了一个圣剑，然后叉 S 过来想捡圣剑，但是 PA 是直接跟了一个大飞鞋，这个大飞鞋就是保险的，就是双保险。自己万一死了，也可以用大飞鞋直接飞到前线把圣剑捡起来，然后队友护圣剑。然后刚才叉 S 想捡圣剑，但是自己死了。凤凰跟拉比克瞬间被秒 ，PA 开着 BKB 走过来，捡到了队友护住的圣剑。PA 然后这时候开始输出AME 啊，然后 AME 变身时间结束，开始 BKB 往后走，好，让他们正常速度吧啊。好，一场团战打了一个猛犸买活，一个 PA 买活，但是这边是小毛这边，不知道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很神奇，对吧？然后被逮住了，可能是被分割战场了，然后分在这儿了，然后等于说是，刚才 PA 是打到了开着刃甲的这个叉 S 身上啊，一个标爆了3400，把自己给满血，瞬间把自己给秒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好像经过这一役，哎。然后叉 G 全员有了一些灵感，就是说，哦，我想到了，能克制这个 PA 的办法只有他自己，哎，对不对？就是你们想通过，什么团队配合啊，什么跳刀切入，什么技能衔接把这个 PA 杀了，已经不可能了。对不对？这不咱们刚才分析了那么多，这个东西它可能都不换了，就是我把这个柬埔寨带一辈子了，反正它能够减少40%的这个控制时间，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林肯自己林肯，队友这么多林肯，狮王还带跳刀，猛犸也有林肯，对吧？猛犸还有反手大招，这个大招就反手了，谁打 PA 没有输出我就不放，一有输出就对着能打 PA 的人绑踩脚大，对吧？就是你想正常的通过就传统的什么技能衔接啊，什么分兵切入，想把 PA 秒了已经不可能了。那么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PA 打死？有，哎，就是 PA 让他自己杀了自己，就是刃甲。于是乎，整个叉 G 现在经过一点点的团队决策，哎，团队交流，他们想出刃甲 ，AME 说要不我把什么东西卖了，换个刃甲吧。然后行，然后火枪这个时候还是想补圣剑的，对吧？然后拉比克说，那我也出个刃甲。凤凰说。凤凰说：“哎，我也出刃甲，哎，然后这个凤凰补了一个，这时候 DY 补了一个非常好的装备，叫笛子。然后他在53分钟的时候补了一个笛子，这个笛子啊，就是说是非常有用，因为 PA 现在打出来的所有的伤害都是魔法伤害了，对吧？就是能打出高达3000多暴击的魔法伤害。”而这个笛子它是第一，它是能够就是加10%的魔法抗性，然后开启后能减450点魔法伤害的啊，这个真是能减少不少伤害的，真的是能减少，因为它的基数大，它百分比和固定的伤害真的是能减少很多。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是 TB 出这个刃甲加什么加泳衣啊，就是咱们只是把可能性说一下，这个泳衣说。能够叠很多的魔法抗性，它自身现在魔法抗性是38%，这是无魔抗装备，38%的魔抗。然后这个再加25%，并且呢，它每受到装备就敌方的伤害，这个魔法抗性能加4%。这个魔法抗性是百分比的，也就是说是，就比如说刚才 PA 爆了3000，哎，举个例子，他爆3000，他出了勇士法衣之后，再配合凤凰的这个笛子，它能够有一个60%的魔抗。对吧？那么它这个一个标上来，就算暴击 ，TB 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血量是死不了的。你们能懂我说什么东西吧？就是本来你不出魔抗装的话 ，PA 这个 TB 这个装备是一标就直接秒杀，但是有了魔抗装备之后，能把魔抗撑到60%，就出个泳衣之后，他就不可能被标死，两标都爆不死了。那么从一标直接满血秒杀和两标都爆不死 TB 是
那个一个残血就有机会换血了，对不对？这个容错就大了不止一点半点了，大了3、4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 TB 他出泳衣也是一种选择啊。咱们只是把现在这种可能很多新手根本就没有见识过 DOTA 2打了这种超级大后期之后，面临如此纷繁复杂的环境，然后队员的出装以及团队的这个配合到底会出现什么什么稀奇古怪的情况啊？这场比赛非常的有意思。好，然后这个时候呢，这边又开始打这个打盾了，那让你打吧啊，让你打吧，然后无所谓啊。就是我们根本不会守这个盾的，你拿盾跟不拿盾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一致的。好，由于 AME 有钱嘛，他是大哥嘛，他也有很多的存款用来买活，所以说想出一个刃甲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于是乎，现在凤凰的刃甲没有出来，拉比克的刃甲也没有出来，然后等于说是现在是全团是一个双刃甲的一个情况，那个军团一个刃甲加 TB 的一个刃甲。好，这个时候大家已经看清楚形势了，就是谁拿盾其实都没什么区别，对吧？就是你 TB 拿盾，我开了变身了，该死就死了。那么军团他是必死的一个人，因为他要跳上去决斗人，他是必死的，所以说就把这个盾给必死的人了。就现在就是游戏性质已经彻底发生变化了哈。拿了盾，然后再来，你就像奶酪也不给 TB 了，就是刚才说的，你奶酪给 TB 该死了也不可能吃出来，你不可能被 PA 标一标没有爆你就把奶酪吃了吧？你不可能预判奶酪吧？你对不对？这个太离谱了，所以说带奶酪也没用，啥都没有用。因此这个 PA 现在就是只要他这套 build 一成型，就直接无敌了，并且只要还要有队友配合，就队友要给你处理，你可能要有反手这种英雄，就他要有一个团队的配合。你们路人局中其实最好还是别这么打，路人局中 PA 如果是各玩各的，没有先手英雄，没有反手英雄，没有双反手或者3反手，或者说队友能给你打一套体系把资源让给你的，你知道 PA 成型速度特别的慢，因为他的要的装备特别的贵。然后呢，打起团战没人管你，你该死就死了。这个跟比赛是不一样的。你们开黑的时候可以学一下这个体系，哇，这个 PA 真的是无限爽。好，然后这时候插技不敢贸然上高嘛，只能分兵带线，三路带。然后这时候那个叉 M 的这个火枪也不敢随便出圣剑，因为他只要被找到了出圣剑就会死，看他出不出啊。他被找他，所以他现在很犹豫。好，把西带卖了，哎消费了，咱们看买的啥？哦，刃甲，好，行，这时候消费了，他果然没有出声音，那确实是比较危险嘛，因为现在这个 PA 这个标是尿分叉标，对吧？他这个标是尿分叉了，已经29级，马上30级了，然后他非常容易就是莫名其妙的把这个标蹭出去，蹭到谁身上了，他就死了啊，这所以说很危险。然后才补了一个刃甲，然后现在是3刃甲，那个 TB 刃甲、火枪刃甲、军团刃甲，然后所以说现在在3刃甲时代的时候，这个 PA 又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如果 PA 把这个标扔出来，它是3分叉，啾一声，当听见这一声的时候，3个大哥站在前排，同时把刃甲开，这个 PA 必死。就这么说，就是只要 PA 敢开着英灵胸针把这个标扔出来了，3刃甲能反应过来，我觉得对于这种顶尖的职业选手来说，肯定用刃甲弹个标这种日常的操作，怎么可能反应不过来，对吧？只要他反应过来把刃甲开了，这个 PA 是必死的。然后我不知道，咱就卖个关子吧，咱就按照正常的第一视角说吧，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PA 会不会一会儿被3刃甲直接满血弹死，因为这个信息可能应该已经暴露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你看这时候 Diracho 的这个 PA 他想买第2把圣剑，就是把这个大飞鞋拖下来，对吧？拖到这个位置，再买2把圣剑，然后他的这个平 A 的一次伤害就已经超过1000了。已经平 A 超过1000的话，这一标是4500，再加上什么技能的额外的伤害，爆5000多，反正就是这一标爆出就5000多的一个魔法伤害，就该死就死了。然后怎么办呢？出风杖，就出风杖，自己出风杖，队友也出大风杖，然后每自己扔一标，扔标的瞬间吹自己，就算3标全爆，就算对方3刃甲全开，对方也要死。对方要死的话，自己不会死，因为被风杖吹起来的时候，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是无敌的。然后呢？第2次是队友出大风杖，我看有没有队友出大风杖的。紫毛有一个。第2标就是他再扔一标，紫毛在他扔标的瞬间把 PA 吹起来，然后 PA 就可以完美的扔出2标来扛住对方3刃甲，来反伤他的这个伤害了。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玄幻，对吧？就是这种的，因为这个13秒 CD， 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快进一下啊。这时候这个紫毛掉线了，可能估计是膀胱憋炸了，打了一个多小时，
是吧？然后加上 BP 时间，这什么前期准备时间，这估计1个多小时了，没尿尿啊，还疯狂喝水，还疯狂说话，是吧？然后暂停一下啊，掉个线去尿个尿去。然后咱们来看，就说这刚才那个套路，这一吹是13秒 CD 嘛，我先标出去以后，这是4秒 CD， 对吧？吹一下自己，然后呢，因为他不可能说人家站那让他标，还等一会儿，等上个3-4秒，再扔一标，再一吹，然后再等一会儿，自己的风杖又好了，等于说2把大风杖基本上就能达成一个团队的一个内循环了。这个其实不怪XXS，真的不怪他。这就是 PA 这个模糊的无解的地方了。他们俩站在这个位置 ，PA 走到这儿了，模糊才显形。你们当时看见没？咱们再倒回去看一下。不是这儿是吧？那看，那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你看他那个有多离谱，这个模糊的这个显形，他俩在这儿等。好，咱们放慢一下。这是在模糊状态的，走到这儿了，看见没？走到这个位置了，他才出来。这俩都已经放弃了，往后跑了。然后这边开着 BKB， 但是这边是 PH 把 BKB 开了，因为一开 BKB 很多技能不能破林梗了。哇，这个就跟你说，所以说找不到 PA， 不是刚才这波绝对不是说什么XXS 菜，我跟你说，整个XG就XXS 最猛 ，XXS 跟神一样，真的不是他菜，是他根本看不见人都看不见，你怎么反应嘛，对不对？啊，然后这边是这个鸟过来看他这个 PA 的鸟买什么。这是赛利蒙尼之冠，他想买刷新球是吗？哦，刷新林肯 BKB 是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刷新，然后他把这个大飞鞋拖下去刷新，这边是已经等不及了，这个盾要掉了啊，盾掉了以后，然后过来继续拆。然后GG 有人出了一个大根，出大根的意义是什么？因为 TB 分出来的幻象叫弱幻象，弱幻象是可以被大根直接秒杀的，就是羊刀那样的西兰变羊是吧？然后大根是直接秒杀的，所以说谁出了大根？狮王啊，狮王出了大根就是为了秒这个 TB 的幻象的。好，然后这个 TB 变身又被打跑了一次，这个防御塔只剩500滴血了，530滴血，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守卫雅典娜了，但是对面是不敢攻的。因为你只要敢在这个 TB 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变身稍微结束的时间之前，你要不退，对方就该打了。好的，再看一眼装备吧。狮王好像没有什么大动作，然后猛犸是更了一个盘子，保证自己不会被秒，永远能放出大招来。他这个伤害根本不重要了。然后那个白虎的大根，狮王的大根，白虎狮王双大根，也就是说。TB 的幻象基本上就出来就被秒啊，这就是现在 GG 的一个对策，就是双大根，保证你的幻象出来是立刻被秒的。然后看下 TB 现在是神镜盾啊，现在在等5级，这个5级装备已经出来了嘛 ？TB 出了神镜盾，然后火枪神镜盾，这边是拿了个烈士鳞甲。哎，有没有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团队刃甲？你们记得吧？我这个5级装备真的有点出的很少，这个啊，就这个避术师之铠，对吧？然后。提供那个光环反伤持续5秒，这个非常的厉害。我不知道这个他能不能拿到？哎，XXS 拿到5级代币了，能不能开出这个团队护甲？应该是现在没有开的话，应该是没有开到，很后悔啊，很沮丧是吧？这边是新 Q 是拿了一个明明书，凤凰是拿了一个邪点，哎，来保证自己不会被秒，来也可以救人啊，这什么的。现在能不能给别人放啊？可以啊，那个以队友或自身为目标没有问题啊。啊，这边军团是在找人，军团也拿了神经盾，全团每个人都是神经盾。哎，这边找到了紫猫，紫猫身上是有林肯的，先破林肯，直接决斗，然后过来啊，这边是偷了紫猫一个大招，蹭2下啊，直接把紫猫秒了。但是无所谓，我跟你说，真的什么都无所谓，就是还是那个问题，这紫猫工具人随便死，然后他就带线人，对吧？就是什么线危险，就那个紫猫去带，然后还是 PA 死不了的问题 ，PA 死不了，然后叉 G 里团灭，这边是直接出了一个刷新球，因为他刚才是啊。这是他拿了个海盗帽，我觉得这个海盗帽有待商榷吧。他都这个装备了，他需要这个攻速吗？或者说他缺这点钱吗？他这个，我觉得 PA 他出自保装是不是更好一点？我觉得这个海盗帽可能不太好看。狮王没有换装备，想用这个施法距离来保证他能够第一时间永远放到这个墓碑啊！这个直接拿了个2级装备，63分钟的2级装备。看叉 G 这波，哎，拉比克直接跳上来，然后 PH 跳回去了。这边是变弹，叉 G 输出，紫猫进场。
这边是一枪打晕了 PA， 然后人家是救一手，然后直接开始拆基地了，强拆基地，然后紫猫过来是把幻象划掉啊，然后好了，这边幻象一划掉，立刻跑掉啊，立刻跑路，就是，但是你们知道吧，这个强拆基地啊是拆不掉的，因为基地的回血特别的快，每秒12滴血，每秒回12，然后如果你们想等这个 TB 的大变身130秒，也就是说是你打。你打1000滴血，你打1000滴，打2000滴，你等 TB 一个这个变身 CD 回来血就满了，这个是不行的。然后你必须要保证你能够把这个基地一波拆掉，不然的话你拆掉等一个 TB 的变身，这个血基本上就回满了，没有意义啊。现在就是还是一个无意义的事情啊。然后那个猛犸是拿了个血点，继续是救人血点啊。然后这个。白虎是出了一个欺诈师的斗篷，然后还是挂了这个东西，保证自己一个自保啊，不要死。因为他自己不用做任何输出的，这是白虎不用做任何输出的，射箭就行了，对吧？射箭就行了。然后就跟这个狮王一样，狮王就是方古碑就行了啊。然后紫猫的话也出了一个海盗帽，紫猫出海盗帽是装点金，是给队友挖装备，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他们因为这个狮王和白虎还有很多的装备可以更，他们应该是这么想的吧？就是开始反哺团队了，因为他们出什么都无所谓，或者商量之后 ，PA 绝对是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死的啊，应该也有这个层面，就是说觉得 PA 是绝对不可能死的，所以说出啥都差不多。那么我就双大哥出2个这个海盗帽，然后不停的挖赏金符，然后这个时候赏金符已经很贵了嘛，然后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双酱油获得一个超速的经济增长，然后让他们也能出很多的团队装啊，或者说是出很多的克制的装备，来保证团战的一个稳定胜利啊。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阶段了。这个游戏，好，来看一下这边是白虎开大，然后想往前走，跳一下，这边一剑，哇，差一点，哇，真的是这一剑擦了3个人的脸过去了，好危险！因为这一剑只要中了，就会被猛犸颠勺颠回来啊。现在猛犸这个颠勺已经是随便颠人了，对吧？然后会被猛犸颠回来，颠回来之后呢，然后那个 PA 一个标啊，他就死，所以都是很危险的。然后现在这个游戏看这个经济啊，没有任何意义啊，咱们看买活状态是吧？这个看经济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凤凰是差1000块钱买活，然后这个紫猫是6分钟买活 CD。但是说实话，紫猫这个英雄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了啊，他这个装备哦，他也补了一把圣剑是吧？也行吧。如果紫猫再能补出圣剑加英灵胸针，再加一个圣斧，他的这个大招就可以秒人了啊。但是有点玄幻是吧？其实那样的紫猫确实爆发很高。因为它这个是加技能伤害嘛，这个太虚之境是技能，然后并且附加平 A 嘛，然后你出了英灵胸针，这个爆发那个伤害很高，再出圣斧，然后加那个额外的增伤，反正就是紫猫现在还是偏工具的啊，不重要啊，有它没它就是这么回事吧，就是当辅助打了。啊，这边是插技打，哎，等一会儿啊，咱们来看这个 PA 死了，我都没注意，等一会儿啊。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幕，就是 PA 为什么会突然暴毙啊？咱们来看一下，这是这场比赛最经典的一幕，就是 PA 正常打前打了一组远古野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出来了一个 AME 的幻象，然后 PA 一个标到 AME 幻象上，然后自己另外一个尿分叉的标打到了这个魔晶上啊，曾江阳立大功是吧？然后直接是把 PA 自己给爆死了。然后这边一爆死的话，那个叉 G 立刻来打盾啊！其实打不打盾都无所谓，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叉 G 的下一波行动就有这个明确的指示了，是用自己的买活换 PA 的买活，或者说就是一波强势进攻，尽量的别送，尽量的别死，打一波强势进攻，在自己尽量别死太多人的情况下，把 PA 买活逼出来。这一次绝对是整场比赛的致命转折点，就是真的是曾江阳虚空立大功啊！然后打完了之后，这波肯定是要进攻的，你 PA 死了不可能不进攻，所以说 PA 也绝对是要买的。这个时候第二手其实就可以买了，他不可能寄希望于那个对面的不进攻，以自己不买活也不可能把这个守下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咱们来看一下这波该怎么守，他肯定是要买活的，还不如早买一点啊，早买早脱生。好，这边是正面战场的话是直接是决斗到了这个拉到了一个XXS，P 直接买活，然后凤凰变弹掩护战场 ，EB 开启了变身，要强拆基地。好，这边是只能被迫的要开塔防了，不开塔防真的要破了。
好，这个弹爆了，爆了以后没有那个这边是刷新弹都用过了，刷新弹用过了以后没有掩护战场的资本了，好，然后叉 G 只能被迫的再选择撤退，然后这边 GG 不同意了，对我 PA 都买活了，你还想走，然后把火枪杀了，火枪杀了个军团交盾，这个拉比克肯定是走不了了，拉比克落地中箭啊，直接是交了一个盾，两人阵亡，猛犸扭头大住了一个凤凰。白虎跳过来一剑啊，然后凤凰也是死了。这波是逼了 PA 这个买活，就像刚才说的，用自己的命去逼 PA 这个买活。然后双方突然之间这一波打完了以后，局势一下子来到了一个不可预测的一个情况了。凤凰不能买80秒，然后军团的盾刚交过，然后火枪和这个拉比克都有买活，但是一定会被逼出来的，就等于说刚才那个情况翻转过来了，对吧？刚才是叉 G 一定会进攻去打那个 GG 的买活，但是现在 GG 一定会进攻去打叉 G 的买活，而且 TB 刚才是把所有技能全用了 ，BKB 变身对吧都用了，这波那个 GG 必然进攻，那么进攻过去之后，这波买活了。AME 它的这个还有45秒才有变身，但是有一个小 A 杖变身的，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啊，这波怎么说？非常的关键，这波打不好直接就记了啊，就这么简单，打不好直接就记了。然后由于已经没有那个高地台已经没有了 ，GG 甚至可以选择直接拆基地，哎。好，然后这边是队友套林肯，然后迪瓦头过来继续拆这个兵营，拆的兵营非常快。这边叉叉 S 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他决斗到了一个幻象，那这波军团的决斗也没了，哇！那这边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队友不停的给迪瓦的套林肯，然后谁买活了？拉比克买活，这边紫猫进场吸住了一个拉比克，然后这边猛犸一个颠勺颠坏了拉比克，新 Q 死了，新 Q 不能买了，新 Q 不能买，凤凰还有9秒，这波非常的危险啊！好，迪瓦手继续拆。好，凤凰复活，凤凰是有大招的。好，这边是 BKB 一开，先小秒叉叉 S， 但是 PA 的血量被弹得很低 ，PA 再跳出战场拉扯一波，猛犸一脚大踩到了 AME。PA 进场想打 AME， 这边是先把狮王墓碑打掉。哎，这边迪瓦手怎么2次进场位置不太对呀？2次进场走不出去了。好，走出去了，这边狮王放了一个墓碑把他救一手，然后他等这个 B 的 CD 好了。哇，这个狮王的墓碑真的是很烦呀，跟他迪瓦手差点死了，真的差点死了。但是现在拉比克没有，然后看一下 TB， 哎，这边 TB 中箭了 ，AME 中箭了，这边先一个标上去没有暴击，紫猫进场想拉没有拉到。好，双方都在拉扯，这边又是拱回来一个火枪，哇，一刀就死了。这火枪也没了，火枪买，想啥呢啊？赶紧买！哦，买了以后，这边是 AME 跳刀跳出来，他大跳刀。想利用这个打一点输出，但是这个猛犸的这个颠勺现在很危险，他是出的奥秘闪光 ，CD 很短，只有7秒，露头就可能被颠的，又想颠 AME 又被颠回来了，哇，怎么办？这波怎么办？但是决斗到了 PA 这边叉叉 S 立功了，开着刃甲决斗到了 PA 由于当时猛犸把人顶回来，并不能第一时间打反手 ，PA 是买不活的，然后所有人都在拆基地，火枪疯狂的在输出，猛犸输出好像不够了。好，这边是在 PA 死了的情况下，GG 全团想疯狂拆基地，把叉 G 的这个基地最终打掉。但是这波打完了以后，你看，就刚才说的，终于是被刚才那个莫名其妙的一波反噬了。然后 AME 出了大飞鞋，直接飞到前线的小兵上，然后是把基地拆掉了。哇，这场比赛真的是看着特别的精彩，整场比赛就是一波3折，波都有折，都有转折，非常的精彩。然后就录给大家看一下，就真的是不到最后1秒，你都不知道这个输赢到底是谁的啊，很好玩这场比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前面的这个比赛录像看一下，71分钟太长了，所以说就给大家录一下。行，今天视频到这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啊。